企鹅的办公室，因为不满意之前自传的波杰克正在举例说明戴安文章里的缺点。在他说完文章中吃了馅饼以后，假装不知道，然后喷了别人一脸渣的事儿时，企鹅直呼自己也干过，不过喷的是节日饼干渣渣。戴安听到企鹅的话后，急忙说：“大家都对不完美的波杰克有共鸣，因为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波杰克为什么喜欢焦马，正是因为焦马不完美。当大家发现看似遥不可及的波杰克，其实也和普通的自己一样脆弱，一样会受伤，他们的孤独感就会减少。但波杰克就固执地认为，只有生活不快乐的死胖子才会喜欢这些，大家想要的是一匹厉害的英雄式的种马。戴安认为波杰克大错特错，波杰克却反击，认为戴安才是错误的。这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企鹅觉得戴安虽然违反了协议，但大家反响不错，大家都想接着看，甚至周末他就决定把剩下的印刷了。波杰克闻言，决定在周末要债的搬走打印机前，自己给企鹅写一本更好的自传。戴安听到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波杰克却觉得写书有啥难的，甚至直接嘲讽了戴安。戴安看这匹老马油盐不进，固执己见，拿上自己的包就准备走。波杰克叫住戴安，他说戴安自以为比任何人都聪明，但在他观察自己时，自己也观察了他，不如就写一本他和傻到感觉不到戴安力气的花生酱结婚的故事。戴安看出了波杰克不高兴的情绪，但波杰克并不承认。Okay, I know you're upset. I'm not upset. I'm just sick of nerd girls like you beating up on stars like me. It's pathetic. I'm sorry no one wanted to date you in high school, Diane, but I don't see why I have to suffer just because you were never especially pretty or interesting. You really let me down, Bojack. You really let me down. 气走戴安后，波杰克承诺会在周末前写出一本比戴安好的自传。回到家的波杰克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旅，在电脑上敲下了第一章后，接到了来自卡洛琳的电话。卡洛琳质问波杰克为什么要重新写书。戴安在文章里夸赞了卡洛琳公主。面对卡洛琳嘴里念出的大实话，波杰克告诉卡洛琳，他想让更多人喜欢他，但书中真实的自己烂透了。他明白这样的自己是不会受人喜欢的。接着挂断了电话，他决定去冲个澡，免得看到自己哭出来。洗完澡的波杰克躺在床上，喝着咖啡，准备开始写作。光是选字体就花了6个小时，仿佛看到了小时候做作业的自己。企图让自己认真起来的波杰克翻看起了戴安的文章。文章中，戴安讲述波杰克总是很物质，但究其原因就是波杰克的家庭教育。波杰克的母亲是方糖乐队舒格曼的女儿碧翠丝，而父亲则是工薪阶级的巴特斯科奇。因为波杰克的母亲早已习惯了舒适的生活，父亲想要提供舒适的环境，却屡战屡败。还没看完，波杰克就将书丢进了垃圾桶。放弃焚书的波杰克来到客厅，准备骚扰起认真看书的陶德。他告诉陶德不要打扰自己的创作。沉迷学习的陶德压根就不想理波杰克。波杰克一阵咋呼，直接给陶德吵走了。看到掉在地上的面包屑，波杰克又指责陶德弄得到处都是，完全不想注意自己手上拿的吃的正香的面包。只要不是干正事儿，干什么事情都有趣。波杰克打扫起客厅来，弄坏了吸尘器的波杰克又驱车来到野兽商店，准备购置新的。最后，波杰克买了一堆新的吸尘器回到家里，面对眼前五颜六色的新吸尘器，波杰克继续了写作。我的父母非常爱我。My mother said, "Your father and I want to spend quality family time together. All the kids in school envy your intelligence and kickball ability. Here's an ice cream sundae. No, wait. An ice cream sandwich. No, a dreamsicle. No, I don't know. This is dumb."Nice writing, Shakespeare. What did I do? 波杰克以为自己应该找个方式来让自己集中精神，喝咖啡不行，抽烟不行，一边泡澡一边喝香槟还是不行。波杰克认为自己需要合适的音乐，来西糖玩，好吧。贝多芬也没想到自己的音乐还能这样用。波杰克对身边的萨拉琳道歉，认为是自己上次说话太大声了。吴医生介绍自己的糖丸都是上等货色，大学生写论文吸了都说好。陶德一听觉得不错，
自己也猛吸了一条。拿起名片的波杰克这才知道，原来真的是胡医生。他一直以为是神秘博士。胡医生显然没明白波杰克的梗，低头询问萨拉琳。萨拉琳一边吸糖丸，一边说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只要波杰克一说，自己就笑，敷衍就完事儿了。波杰克问胡医生，这药什么时候起作用？胡医生说随时都有可能，然后让波杰克每1个小时就要吃3粒瓶子里的东西，但1个小时不能超过4粒。说话间，萨拉琳是来者不拒，全部都炫在嘴里。胡医生绝对想不到，自己前脚刚走，后脚他们就磕嗨了。3人仿佛灵光乍现，手在键盘上敲击就没停过。几个小时的写作后，波杰克走到厕所里准备洗个脸，抬头就看到镜子里写实派的自己。不过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波杰克抬头问陶德和萨拉琳2人是否换了衣服，接着萨拉琳的话就像倒放一般，3人思索着结尾怎么写。波杰克选了个悲伤的结局，等自己老后就去游泳，回不到岸边就选择沉下去。陶德听了觉得这结局太令人沮丧了。萨拉琳突然想到，之所以大家不知道怎么写结尾，完全是因为波杰克还没有经历过。陶德也觉得此话在理，如果想要写结尾，那波杰克今晚就得死去。对于萨拉琳提出的谋杀，2人尴尬地笑了笑。萨拉琳却说她是认真的，在荧幕里养大的女孩却在现实里杀了自己，这样的题材大家肯定喜欢。波杰克居然也觉得不错，很完美，书一定会大卖。就这样，谋杀开始了。 Yeah, kill Bojack! Oh, yes! Oh, yes! Oh, yeah, I'm gonna get you! 结束了可怕的闹剧后，陶德替波杰克包扎了手臂。波杰克感叹，果然吸糖丸还得在家吸，不然不安全。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把手枪，这算哪门子安全？吓得2人嗷嗷直叫。陶德忽然意识到，之前波杰克有个手枪打火机，波杰克也笑了笑，说这就是个打火机。直到子弹打穿了天花板，他们才发现这是搞到真家伙了。陶德拿起扫把，说这是自己的 AK。波杰克嘲笑陶德拿的明明就是个扫把，拿去霍格沃兹或许还能当个武器。下一秒自己手上拿的也变成了扫把，这2人已经彻底疯狂。I guess we'll just have to shoot them at each other at the same time to find out. Okay. 回过神的波杰克将陶德也拉了回来，互相朝对方开枪，只是为了证明手上拿的是枪而不是扫帚，不是因为自己毁了陶德能够努力的机会而被报复。陶德告诉波杰克自己确实伤心了，但后面意识到波杰克就是那样的人，不能对他抱有期待，这样就算波杰克不是个好人，他也不会受伤了。过了没多久，3人就又开始了疯狂的举动。来到波杰克家的戴安看到了颓废的老马，戴安告诉波杰克，他认为波杰克说的对，自己的回忆录那就必须要让自己满意才行。接着戴安就像异形一样变异了，这时波杰克才意识到自己还在磕嗨勒的幻境中。波杰克在自己的脑海里狂奔，在这里他忽然触及到了自己脆弱的一面，被嘲笑的自己变成骷髅的鹤比，一整个餐厅的花生酱。波杰克失去了自己的轮廓，变成了线稿，直到最后被作者擦掉。波杰克忽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胡闹的小马剧组里，年轻的鹤比走出来指导波杰克台词，我就是如此，我会永远如此。刚说完台词，周围人就爆发出了嘲笑。不远处的夏洛特向自己招手，波杰克看着他穿过层层木板离开，忽然自己的袖子被拽动，原来是小时候饰演萨布丽娜的萨拉琳。忽然间萨拉琳又变回了现在的模样，自己也回到了家里。一条路延伸过来，分岔路口中央是老年的陶德大爷，大爷拄着拐告诉波杰克一切都太晚了，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波杰克忽然觉得脚下变成了泥潭，而他自己深陷其中不断下沉。夏洛特出现让波杰克一起去缅因州，波杰克回答着不行，似乎是小时候的记忆出现在了幻境里。母亲让波杰克出去唱棒棒糖之歌，即使波杰克百般不愿，母亲仍旧将棒棒糖给了波杰克。他告诉波杰克没有人会在乎他的感受，想要母亲爱他就必须去唱着该死的棒棒糖之歌。接着母亲就变成了一座冰冷的坟墓，而旁边就是自己的坟墓。看到这一幕的波杰克吓得跌倒在
原地，身后忽然出现了一个人，是变成了史努比画风的戴安以及戴安的求助台。雪花纷飞，波杰克站在夏洛特的小木屋外，缅因州进入了冬季。劈完柴的波杰克被夏洛特唤进屋内，夏洛特告诉波杰克自己怀孕了。就这样，等到天气转暖时，可爱的孩子已经出生了。果然，梦里没有生殖隔离就是好。所以这是马路吗？波杰克带着孩子去门口的河里游泳。哈珀问波杰克，如果波杰克是个孩子的话，会和他做朋友吗？波杰克同意后，父女俩就开心地转起了圈。转眼，哈珀就来到了交男友的年纪。看着和男友在水里玩耍的哈珀，波杰克和夏洛特进行了一番家长对于孩子男友的讨论。波杰克拥抱着他，问夏洛特在想什么。夏洛特告诉波杰克，他在想，如果波杰克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该有多幸福。电话的震动声叫醒了睡在车祸现场的波杰克。卡洛琳在电话那头告诉波杰克，他的文章完全就是胡言乱语，里面不仅有神秘博士的同人小说，还有关于911的论文以及一些视频。波杰克默默挂断了卡洛琳的电话。剧场这边，企鹅召开了一场枪手大会，观众里的胖妹准备向托瑞斯佩林提问。企鹅告诉胖妹，这里只有斯佩林的枪手，没有本人。接着来了一个穿着飞碟 T 恤的大叔，大叔问枪手们都用的什么枪？企鹅无语了，问其他人有没有问题。忽然波杰克出现了，他站在话筒前问道， Look, I'm sorry about all the stuff I said about you earlier. We can publish the book you wrote. You're obviously a better writer than I am, and I don't actually even really care what the world thinks about me anymore. I just hated reading that book because I hated feeling like that's how you saw me. Because I guess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anybody, and if you think that... I guess my question is, do you think it's too late for me? What? I mean, am I just doomed to be the person that I am? The person in that book? I mean, it's not too late for me, is it? It's not too late. Diane, I need you to tell me that it's not too late. Bojack, I need you to tell me that I'm a good person. I know that I can be selfish and narcissistic and self-destructive, but underneath all that, deep down, I'm a good person, and I need you to tell me that I'm good. Diane, tell me, please, Diane, tell me that I'm good. Hey, aren't you the horse from Horsing Around? 但直到这集的最后，戴安也没回答波杰克的问题。但我想说的是，任何时候只要你开始，那都不算晚。波杰克虽然因为差劲的童年而导致他会有些不妥的地方，但戴安告诉了波杰克，大家会因为和波杰克产生共鸣而喜欢上他，他不必粉饰自己，每个人都是如此，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可以成为任何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就像形状各异的雪花，最后组成了这个世界。